视频前的你有多少小伙伴有深海恐惧症呢？可以在弹幕里面举个手。目前人类对于海洋的探索仅有 5%， 除了深不见底的海水之外，海底隐藏着的未知生物也是相当的可怕的。我想他们的外形肯定非常丑陋，超乎你的想象。说不定克苏鲁神话当中的那些终极巨兽，或者挪威海怪克拉肯，就真的扎根于深海之下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各位还敢去海底探险吗？反正我是不敢，可不能轻易的葬送在大海里面。那么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故事，我相信各位听完之后绝对会更加的恐水。那么这到底是何方神圣，会造成如此可怕的后果呢？在大海这个神秘的领域，总是蕴藏着无数的危险。传说当中，海底深处暗藏着一个巨大的生物，一旦它瞄准目标，就会在水中疯狂的跟踪，然后将其拉入神秘的海域中独自享用。然而，令人闻风丧胆的，并不是它捕食目标时的血腥残暴，而是它的传播方式。那么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据目击者称，这种生物长得很像是鲨鱼，但是体型要大得多得多，外形也更加的凶猛，所以被称作是深海巨妖。然而还有一点很重要，作为深海的捕食者，它不会攻击所有人，而是只对知道自己的人情有独钟。简单点来说，不管你是从哪里得知深海巨妖的消息的，口头上也好，视频也罢，反正一旦你知道了，就会受到影响。等哪天你落入了水中，就会被深海巨妖攻击。下一次被人看到，就是漂浮在海面上的尸体了。当然了，它也有一个很大的 bug， 那就是只能在水中攻击受害者。如果说你设法让自己永远都不碰到水，或许能够避免深海巨妖的接近，从而逃过一劫。所以我开头说什么深海恐惧症，到这都要变成恐水症了。自从有人得知了深海巨妖的存在后，就会懊悔不已，为此不敢游泳、进浴缸，甚至连手都不敢洗，就是生怕自己被传送到海里。虽然这很离谱，但这几乎是对抗深海巨妖的唯一方式，除非你能够消除自己的这块记忆吧，那这岂不是就更难吗？所以简而言之，一个知道了深海巨妖秘密的人就会很快消失。说是说消失，其实就是被传送到淹没你的水中，即使水很浅，你也无法摆脱巨妖的魔咒。据说有的受害者非常的害怕，试图从水中钻出来，但都无济于事。水底似乎有一股魔力，牢牢地牵绊住了他。然而更多的受害者都是直接消失的无影无踪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会重新的出现。有的受害者再次出现的时候，已经是血肉模糊的样子，染红了水面；有的幸运儿则毫发无损。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？根据一些幸存者的描述，被水淹没之后，自己立马就被传送到一片开阔的海域，随后身边就冒出个巨物要追杀他们。不知怎么的，只有巨物作罢，他们才有机会重新回去。但是一旦放了他们回来，任何听了他们描述的人也都成为了知情者，如果不避开水也会遭殃。所以我在这里猜测，随机释放几个受害者也是深海巨妖的一大计策，这样就能不断的扩散自己的名声，让受害者变得越来越多，猎杀名单也会蹭蹭蹭的增加。所以释放一两个对他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，妥妥的只赚不赔。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深海巨妖只可意会，不能言传，知道的也不能说，更不能有任何关于他的想法。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得知海妖的各种具体信息，像外观、起源都不太清楚，能够了解到的也只有大大小小的实验记录中整合而来的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实验细节。第一位实验对象是个资深的潜水玩家，阅读了描述深海巨妖的小册子后，配备了潜水装备、无线通讯设备，最后躺在了装满水的浴缸里面。很快他就被传送到了深海里。根据他用无线电描述，自己慢慢的沉入海底，周围什么海藻、鱼都有，但并没有什么异常。突然间他看到了深海巨妖的背影，随着他的游动，终于能够看清楚了，原来是深海巨妖正在啃食金鱼。很快实验对象给出了坐标信号，要求水上的工作人员过来把他带回去。但是太晚了，深海巨妖似乎嗅到了它的味道，立刻停止了进食，慢慢的朝他游了过来。另外一边，工作人员拼命的联系他，只听到通讯设备里面他歇斯底里的惨叫声，随后就是死一般的宁静。然而此时此刻，浴缸里面的水却变成了红的颜色，里面没能发现实验对象的尸体。为了保险起见，这次实验所有的音频记录均被删除，在场的工作人员也都进行了催眠，暂时忘记了这段记忆。接下来是第二次实验，这次实验对象被放入了鲨鱼笼中，并且上面还有一根绳子连接着工作人员，看看能不能起到什么防护作用。但是实验开始后，即使岸上的工作人员一直牢牢地拉紧绳子，但最后绳子也不可避免地被切断了。大家还在庆幸还好有鲨鱼笼多一份保障，但是不久之后，实验对象的残骸以及巨石状的钢铁碎片都浮到了水面上，看来人和笼子都被破坏得四分五裂了。第三次实验，工作人员把笼子用特殊的材料加固，
这也许是人类认知范围内最坚固的材料了。然而，实验结果是人又消失不见。但海上巡逻队却在这个时候报告称，在附近的海域发现了一个完整的鲨鱼笼，经检测正是他们用的笼子。而奇怪的是，笼子没有坏，里面有人类的 DNA 痕迹以及来源不明的粪便。也就是说，这次实验当中的鲨鱼笼很有可能没有被摧毁，但实验对象的完整遗体没有被找到。是死是活，一切皆有可能。而在接下来的实验当中，实验对象的头盔配备了实时视频的摄像机，而且这一次实验对象带上了一个对抗海妖的武器。但这次的结果是，海妖不仅没有被赶跑，反而激怒了他，一口把这个人给吃了。随后看过视频的人都被催眠，忘记了这段记忆。后来研究人员总结了多次实验的不足之处，打算进行最后一次尝试。这次的实验对象穿上了防护服，背上了设备之后，进入了一个装满特殊溶液的大缸当中。实验结果当然是皆大欢喜了，实验对象不仅完好无损，还能够自由走动。看来只有水才能够触发深海巨妖的异常性，水以外的任何液体都无法触发。这就意味着所有知道深海巨妖的人，下半辈子可能都要告别水了，只能服用特殊的饮品或者使用化学物质来洗澡。不过，这难道不会死得更快吗？目前有关于深海巨妖的音频和图像文件都被摧毁了，任何接触过此类信息的人都要尝试被催眠，试着消除记忆。悲剧的是，除了牺牲实验对象之外，这些实验还对幸存者造成了严重的副作用。比如有的人因为反复进行实验之后，虽然没有发生意外，但越来越害怕水，甚至还出现了幻觉。他们经常能够从各种溶液当中看到深海巨妖的影子，自己吓唬自己，精神也到了崩溃的边缘。总之，之后就再也没有人会提及到这个海妖了。这件事情也因为得不到二次传播后，也越来越冷淡，人们也都忘了之前的遭遇，一旦问及就是不知道。所以深海巨妖事件最终都以都市传说告终。任何人看完或者了解完这个传说之后，也必须被数据删除，包括视频前的各位。那么深海里面到底会不会有类似的恐怖生物出现呢？这就还真不好说，因为还有 95% 的海洋等着人类去探索。目前人类对于大海的认知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。大部分人都很喜欢海洋，喜欢玩水，但对于深海更多的是不由自主的恐惧。看似清澈透明的海水下面，却掩盖着暗潮涌动的危机。因此深海探索是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活动，装备、预算、经验等等都是问题。当然这些还都是可控的，一旦到了深海，还会出现更加不可控的因素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够招架得住的。当然了，我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总有一天人类能够发现新的海洋物种，到时候是福是祸那就不好说了。各位你们觉得呢？那么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看完之后还是务必要数据删除一下。那如果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